大家好，今天德国《世界报》刊登了一篇客座文章，作者是龚纳·海因松，出生于1943年，直到2020年，他在罗马的北约国防学院当教授，专业是战争人口学。他最新的出版物是《人才的竞争》。我认为这篇文章比较中立，不带政治色彩。今天就把这篇文章本身及节选几位读者的留言翻译出来，与大家分享。主要是讲中国的人才或者说天才比欧美国家多出数量级，这对中国非常有利。我们进入正题吧。中国在老龄化，但它拥有比美国和欧洲更多的人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认为，美国比中国更处于优势地位，因为中国正遭受人口老龄化的困扰，但对未来起决定因素的是每年有天赋的人的数量。但布林肯最近在60分钟，这是美国著名的高阶政治访谈平台，在60分钟上被问及与中国竞争的未来时，这位美国国务卿表达了信心。他说，中国有一个老龄化的人口，而美国可以比地球上任何其他国家更好的最大化的发挥美国人类的潜力。真的如此吗？让我们来看看数据吧。美国中情局的世界概况报告称，中国14.4亿人口的中位年龄为38.4岁，但3.3亿美国人的中位年龄略高，为38.5岁。对于美国的2亿左右的白人来说，这个数字高达44岁。因此，这些美国人的老龄化速度甚至超过了瑞士42.7岁，几乎不比奥地利人44.4岁或德国人45.74岁更慢。那么美国国务卿所说的潜力又怎么样呢？这方面，上述3个中欧国家远远领先于布林肯的祖国。2018年的比萨测试显示，天才和辍学者之间的比例在欧洲德语系国家排名如下：在瑞士，每1000名儿童中就有49名有天赋的孩子和168名辍学儿童；其次是德国28比211和奥地利25比211。另一方面，中国处于完全不同的水平，有165名有天赋的孩子，只有24名辍学者。德国知识点评，中国有天赋的孩子比美国高出整整10倍。有人说，中国只有4个人口不到2亿的省份参加了比萨测试，而且北京的测试对象选择过程也不规范。但是，即使只将韩国的成绩69名有天赋的孩子比150名辍学移植到中国， 2.5亿中国儿童中也有1700多万人能取得异于常人的成绩，在大约6000万美国儿童中，只有91.5万人能够达到这种最高水平。因此，中国以19比1完胜美国。特别像布林肯这样有深度的人，更应该具有备而来的顾问。中欧的情况也类似，仅5000万人口的韩国就有45.5万青年人才。这已经超过了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的总和，尽管这3个国家的人口是韩国的2倍，而且即使在最优秀的人才中，似乎仍然存在质量上的差异。在严格筛选的2020年 PCT 专利申请中，韩国就证明了这一点，约2万件，将德国的约18500件远远甩在后面。而欧洲人和东亚人之间的差距在最近几年更加扩大，东亚人在快跑，而欧洲人在漫步。有一点布林肯是对的，那就是到目前为止，美国私立学校和大学拥有人类潜力最大化的艺术。我们可以看到其优越性，在美国接受教育的东亚儿童比其他族裔做得更好更快，借助最佳的支持获得最高的认知能力。但是如果像美国那样从一开始就缺少天才儿童，不仅国家会落后，而且其教育体系也会失去吸引力。德国知识点评就在今天，我看见一条新闻，说英国将要开展整风运动，就是说英国准备严查英国高校的中国学者及学生，理由是清出中国间谍。若罪名成立，最高将面临10年监禁。据英国有关部门统计，2020年在英国就读的非欧盟国家的大学生中，有1/3来自中国，12万名中国学生缴纳的学费总计21亿英镑。这么推测，中国学生可能给不少大学带来1/3或更多的收入。如果英国真的采取整风运动，不仅学校财政会遭受巨大损失，同时
也带来相应的人才流失，不管短期还是长远来看，对英国都未必有利。不过政客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要这么做，那是人家的地盘，也没办法。好，这就是文章的全部。接下来我们看看读者的评论。非常有趣的数字，还有2个关键因素：一，有自律的社会环境，让尽可能多的有天赋的人能够发展；二，有发挥有天赋人才激励机制。中国从幼儿园开始就是一个残酷的功利主义，但只有一件事情他们做不了，那就是灵活运用。迈克尔还有这个因素，那就是家庭为了孩子付出一切的意愿，以便他们过得更好。然而不是让孩子们过得舒舒服服的，那是妈妈做的，而是要求勤奋和独立。很难说中国以前的独生子女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目前的状况，但如果只允许有一个孩子，那么孩子就应该变成最棒的，有压力才有成绩。与尼安德特人一样，只有饥饿的人才会去打猎。在性别认同教育方面，中国也还是发展中国家。德国知识点评，我觉得这位读者实在是在讽刺德国人自己。不管谁领先，绝对不会是欧洲。在德国教育体系中，传授知识和成绩并不是优先事项，种族融合和多样性才是。此外，气候保护课题，这是教育的灾难。中国的教育体系是为学习而设计的，我们的至少在小学和中学，在搞社会政策的试验，听写全纳式教育，但教师太少，说多种语言而不是统一一种。高中毕业率是 50%， 这并不反映学生有多聪明，它表明高中毕业率充其量是平均水平，缺少接纳优秀人才的学校。几十年来，随着每次州政府的换届，不断进行改革，本来其他改革都不用做，只做一件事情就够了，那就是实行小班教学。但那是行不通的，因为那要花钱，而在教育系统中缺这笔钱，看看学校的建筑就知道了。分析太过简单化，极具天赋的人的数量并不是未来动态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欧洲和美国的自由社会允许创造性和批判性思维，这一点在儒家的中国教育体系中并不十分明显，因为该体系注重的是顺应和模仿，但对于创新来说，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德国知识点评，这位读者是认为欧洲和美国的自由社会允许创造性和批判性思维对于创新至关重要。那最新的5G 技术从哪里来？认为只有自由社会才产生顶尖的成就，这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在中国当然也有无数的发明和尖端技术，那里的人民并不比欧洲人更受限制，只有一个区别是显著的，教育被看作是机会，而不是可有可无的无所谓。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学生们很加油，而在德国要求努力学习被看作是一种强迫。有可能吧？中国人领先 5G 的进一步发展，同样的，我可以问互联网、智能手机和 mRNA 技术从哪里来？这种将一切归因于有天赋的人的单一方法，在我看来，对于社会的创新能力这样一个多层次的现象来说，过于短视。这只是众多因素中的一个。德国人的智商为98，比不上东亚人的智商105，瑞士人为102，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人也同样高。中国、日本和韩国以这种基因优势决定未来。对西方人来说，其希望在于有足够多的高天赋东亚人移民到美国和欧洲。西方会保留更高的创造力吗？在任何情况下，东亚人都不会关注女性配额和性别认同等愚蠢的东西。我不会从遗传学来讨论，我觉得与东亚的文化和世界观有关。由于德国的政策，可以认为德国的平均智商在未来将继续下降，坠入深渊。最主要的是大家一起沉沦。既然没有受过教育的天才，只是比你和我稍微好一点，还应该指出，在亚洲国家，特别是在中国，学校教育更加规范，而在我们国家，早在小学就与孩子们讨论他们认为好的课程。不幸的是，如果我们想从学校培养出杰出人才，我们将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而这种措施今天被人诟病。后面这句与婴儿潮有关的，我就不翻译了啊。这不公平啊！当务之急是在亚洲也引入全纳式教育方法的综合学校。此外，与德国同样多的假期和给予因项目或大流行病的放假时间。
在中国的国家主导下，我相信他们也会为老龄化社会找到一个根本性的答案，无论是通过技术、强制措施，还是类似的方法，在任何情况下，我确信将与欧洲正在尝试的东西非常不同。在这里选择的手段是更长更久的工龄，远离传统的家庭模式，最后再加上移民是被认为最明智的手段。我不认为我们会领先。这不可能啊！我们有这么多的高中毕业生，很快90%的小学生都能读高中毕业，他们都将攻读工商管理学士学位，然后这些营销专家集体出击，中国人会措手不及。德国知识点评，这位网友其实是在讽刺德国。所有工业化国家似乎都面临老龄化，只有像非洲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表现出相反的趋势，那里健康的衰老似乎也很必要，以此来抵消指数级的人口增长。中国的智力潜力正在成为对我们生活水平的真正威胁，我们需要更好地利用我们现有的智力资源，为来自东方的挑战做好准备。在我所从事的纺织品和塑料行业中，我亲眼看到亚洲供应商已经变得非常具有智慧及创新能力。多数情况下，顶级产品是基于几个具有顶级业绩的公司的表现。此外，他们的经济框架条件更好，例如廉价的电力和低工资。我们的纺织品和塑料已经过时了，而且太贵了。由于亚洲有大量聪明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我们只能在营销和产品开发方面取得成绩。中国的新丝绸之路将从我们这里拿走更多产能，这会扩大我们的经济衰退。为什么还要任何改变？我们的学生认为自己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不会受到贫困威胁，而更加卖力也不一定能够带来额外收益。我们人类并不是那么无私，不会为社会的未来着想。美国的高科技公司把知识转移到中国，以便能够在那里廉价生产。民主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公开解释知识和教育的优势，研究成果得以公布和分享，公司的成功是以结果来衡量的，不分社会地位和出身。这种创新性将美国作为移民国家与欧洲分开来。现在，公司开始将产能外包给其他亚洲国家，以增加利润。因此，不仅是科学出版物，而且创新示范的应用也转移到那里。很难想象，在全球运营的公司中，没有一家注意到其中的风险。只有在核技术转移的情况下，危险性才会成为讨论的话题。在德国，学校的全纳入式教育模式越来越多被提倡政治议程，而在亚洲，特别是理工科方面，学生受到扶持，并非所有的事情都规定死，所以与国际高科技的联系可能是松散的。然而，更大的危险是中国单方面将其他国家排除在知识之外。德国知识点评，我觉得这个读者完全是在颠倒黑白呀，是西方国家将中国排除在外，比如以前的国际空间站，现在的半导体等等，例子太多了。在整个亚洲，特别是在中国、日本和韩国，孩子们仍然有极强的学习意愿和自律，这一点在西班牙这里已经失去很长时间了。我写西班牙，因为我在这里生活了近50年，但我想德国和整个欧洲的情况都如此。中国领导人一定会在老龄化问题出现之前想出办法，他们知道西欧解决此问题的办法是行不通的，未来令人期待。德国知识点评，这里说的解决人口老龄化的办法，估计呢是引进难民或者是某些地区的移民，这个读者肯定是反对的，所以他说中国领导人没那么蠢。在中国和韩国，对学生的教育方式与西方世界截然不同。以德国为例，现在在德国许多大城市的一些学校，那里的学生甚至连德语都说不好，应该提前做点什么。如果事情进展不顺利，西方国家会施加压力，就像2年前特朗普在贸易问题上所做的那样，然后可能会在此出现一种病毒。当然，很巧的是，这个病毒来自鱼市场。这篇文章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正在通过无限制的窃取德国技术而取得进步。不幸的是，这是由默克尔和冯德莱恩这样的人推动的，他们天真无知，允许自己被这样一个系统所欺骗。请看中欧贸易协定，或拒绝去找出新冠大流行病的肇事者。我们只能希望中国快速老龄化。到目前为止，它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国家，
具有侵略性，有明显的世界大国的帝国主义野心。中国与20多个国家有边界争端，甚至也想把海参崴要回来，这促使俄罗斯人将几个伊斯坎德尔炮台移到那里。越南、日本和菲律宾在自己的沿海水域受到大规模威胁。非洲实际上正在被中国以经济手段所奴役。与美国不同，他们不认同我们的言论自由和公民权利的价值观，希望中国快速老龄化。好的，今天就到这里吧。另外我想说一下啊，我还有另外一个频道，某种程度上来说相当于一个备用频道，那个频道叫刘德华。刘就是留下来的刘，留在德国的华人的意思，不是歌星的那个姓啊，那个刘不是啊。如果各位没有见到我更新，可能德国知识这个频道被禁言了，或者是被关闭了，那么请大家到刘德华频道去关注一下。所以请各位订阅一下这个频道哈，谢谢。